最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这样一条帖子，帖子的内容是说，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没有产品岗了，只剩下了工程岗跟算法岗。然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些人说，甚至现在连用户运营的岗位或者是内容相关的岗位也没有了，或者说是用户运营和内容相关的岗已经可以被 AI 给替代了。虽然我不太认可说内容岗能够被 AI 替代，但是我也会在想，在现在内容如此容易生产的时代，那内容这一类角色它的稀缺性到底在哪里？因为我之前一直很关注信息之间的流通嘛，就是我会去想历史时期，比如说最早的时候，信息的流通可能就是在人们的口头传播之间，然后后面到了我们可以比如说快马加鞭传递书信，或者是飞鸽传书，用这样的方式去传播信息。再后来可能就到了我们的传真或者是电报时代，然后在后面就可能到了像邮件呀，还有我们的 IM 啊，就是这一系列传下来，我会感觉到就是技术的更新迭代会让信息传播的效率越来越快，也越没有限制。像现在 AI 时代，有了 AI 之后，我们不会再像传统互联网时期，我们需要去 Google 上面搜一下关键词，然后得回信息。但现在只需要问一下这个 AI 相关的内容都有哪些，它就会把内容传回来给你。只要 AI 它不出现幻觉，那基本上信息就是有源出的，而且你获取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。那回到我刚开始提到的问题，就是既然信息获取与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，而且内容也极其容易生产，那现在内容这个角色或者说内容这个岗位，它的稀缺性到底在哪里呢？我就尝试着用刚刚就是回顾历史的那一套方法去想了想，我有做一些笔记，就是回到刚开始的口传时代，就是人口相传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的稀缺性，不管是信息还是内容吧，就是它的稀缺性是在于记忆力，谁记得多，就代表在那个时候它能够传播的人，或者是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就会越多。然后再到下面是一个书信时代、印刷时代，就是我们的飞鸽传书那会儿，有能够写信去传达内容。在那个时候，稀缺性来源于就是能写东西的人，能写字的人。像有的人他不会写字，他就会在驿站去找一些能够帮他们代笔的书生嘛。那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稀缺所在。再往下走的话，是到了我们的电报还有传真，也就是对应的是广播跟电视时代。那在那个时候，能够上电视的这些人是有一定话语权的人，这也是他们的稀缺所在。相比于文字传播的效率，那在电视上的这个传播效率，或者说在广播上的传播效率会远远高很多嘛，无论是信息还是内容。再往下走就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了。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应该也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注意力抓取的时代，就是谁能够掌握用户的注意力，谁就能够拿到一定的市场份额。那来到了我们的 AI 时代，什么才是稀缺的呢？我会想到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们都获取到了同一个信息，
但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机构、不同的组织，他们对这同一个信息的解读是不一样的。那我觉得这个解读或者说解释，或者说它能够在人群当中，在互联网当中创造出某一种共识，这个共识是代表了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事件，他觉得这个事件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会有什么样的作用，会有什么样的地位，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解释，所谓的解读，或者说共识，那就是它的稀缺所在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让这种共识有一定的传播力度，或者说能够让一小部分的人去 follow 他，其实也反向说明了这个人他是有，比如说筛选能力，比如说判断能力，还有所谓的，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经常在吹的一个关键词叫 taste， 就是他的 taste 绝对是存在的，要不然他不会得出一套更加让大家觉得哇，这个解读有意思的那一种感慨。那所以回到我刚开始说到的内容相关，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做内容的人，他能够做一个不管是中介角色也好，或者是翻译者的角色也好，他能够引导某些人把这些共识，把这些解读放出来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人对某一个事件、对某一个人物、对某一个现象有着这样的一个解读，而且这个解读是走向未来的，那这样的一个角色是至关重要的，也是需要存在的。就是今天，算是今天吧，我去听了一期播客，那一期播客是高能量的最新一期内容，就是我看到评论区有人问说，这期节目是不是 AI 做的？我当时看到评论区的时候，还没有去听这一期节目嘛，然后我被这个评论给吸引住了，所以我就去听了播客的内容。我能100%确定这期内容是真人录制，但是为什么会给别人一种这是不是 AI 录制的这种想法呢？就是因为 host 跟 guest 之间的互动特别的机械，他们的问答特别的没有真人感，没有活人感。然后呢，与此同时我又听了另外一档播客，是温柔一刀的，就是关于 AI 味儿的那一期。主持人他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一个问题，他说他有时候写东西发现他写的东西里面没有我这个字眼。他当时想说的是，假如我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我这个字眼，没有我的观点，没有我的看法，我的洞察，我的觉察之类的，那这篇东西跟那些官方媒体写出来的内容有什么区别？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触动感，那种触动感是说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一直在痛苦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发现我写的东西里面有太多我的存在了，那种我的存在强烈到我会觉得我写的东西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ego 存在嘛，就像我上一份视频当中讲到的那样，我觉得我文字里的 ego 特别特别的重，所以我就有这一点去反思，为什么我写的东西有这么多我的成分存在。然后我想来想去得出的一个所谓结论吧，就是说，因为对于某些事情我真的是这样想的，而且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，我的某些判断可能在某些语境下它也是成立的，所以我写的东西里面有太多我的存在，那也应该是合理的，要不然这个东西跟别人写的有什么区别呢？
虽然有时候这些想法能够就是相当于是自我安慰一下子吧，但是我还是会苦恼于为什么，就是我很喜欢一类人，这类人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水一样的存在，你跟他交流是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怎么说呢，特别的柔，特别的像水一样的存在。我真的很想成为这种人，但是我自己的表现跟这种比起来，很明显就不会是那样子的一个人。就是我的 ego 已经强大到我和水没有关系了。其实又回到上次我讲的，要跟其他部分的我相和谐相处。我也一直在找为什么我会对自己的文字会有这种感觉，而且我也在想，我对自己的这种感觉到底是苛刻，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回到内容那一块，我还是觉得，假如说一个人他做内容做到让别人看起来听起来这个东西是不是 AI 写的，或者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人的那种味道在，没有这个人的那种性格在的话，那这种文字内容在我看来是不太合格的。我之前也看到一些内容，我总觉得那些内容如果按照某种方式去做，会让它的呈现效果更加好。但是呢，那只是我的想法，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对内容是有着这样的想法的。但是的确，所有的东西都存在我的脑子里面，所以我还需要用一个方式，或者找一个方式，把我真正想要做的那种内容呈现出来，让别人看到可能这世界上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容形式。就像 AI Word 那件事情，我一直都很反感。我在某书上面看到那些 AI 味很浓的文字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吐槽了。这份视频录到这里，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前讲了什么东西，但是姑且算作是我一个成长或者说阶段性思考的记录吧。而且这个视频我也没有任何的大纲，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加上我自己做的一些笔记吧。继续学习吧。